直到有一日，请问，独孤菊子可住这儿？在。您是？我是他娘子。原来是独孤家娘子啊！菊子正在祠堂读书，您快请进。你是吉祥？他与我说起过你，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。给，赏你的。我真没有想到，独孤有这样一位妻子，更想不明白的是，既家有娇妻，他又怎么能狠下心来到庙里读书？见色起意。非也，我只是内心深处偶起欲念而已。当年杀人越货、劫掠美色的日子，实在离我太远了，遥远的像前生一样。后来，庙里又住进一个人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！站住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给我站住！父亲，你这个逆子！父亲，我错了！不打你个不孝子！我这都来文庙了，您就别再打我了。来了就行了嘛，你得寒窗苦读，用心念书才是啊。你们这是？你是打扫文庙的？是。我儿刘有求，来此读书，短则3、5载，长则10年呢。用不着，我在这儿读上几个月。来年春天保证金榜题名。混账东西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不是，看我不说错，做错，你别说话。住手！站住！夫子庙内不得动粗。这位贤兄，几个月可是考不上功名的。兄台也是在这读书吗？是啊，我已经来了2年了。怎么称呼？在下独孤侠书。小弟刘有求，拜见兄长。那刘有求就是个花花公子，常偷偷离开文庙，出去寻花问柳。独孤侠书却浑然不知。直到有一日，吉祥，吉祥，吉祥。菊子，你有何吩咐？你看，可否送我出去一趟？啊？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路上荒凉，我一个人害怕。可我又跟别人有约，我要是不去，岂不是负了人家的心啊？算我求求你了啊！菊子，我多说一句啊，你这读书不专心，可是考不上功名。专心有个屁用！我老爹的故交才有用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许世伯已经回信，来年保我中进士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心思读书了，因为我再用功，也考不过刘有求这样的败类。您是？我是独孤家娘子。原来是嫂夫人啊！来，快跟我去东堂喝茶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嫂夫人慢点啊。见色起意的是刘有求。有一日下雨，刘有求算到青红回来，便把独孤侠书支出去买蜡烛。好香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青红好香啊！嫂夫人，让我抱抱吧。你放肆！外面雨这么大，就算我本来胆子小，但是我现在也想放肆一下。放开！这些独孤说他也亲眼所见，只是情境略有不同。他哪见过？
都是我讲给他听的。你讲他就信？师傅除了暗器，还教了我一项绝活，那就是用毒使迷。哦，这钢针上用的是毒，对独孤，你用的是迷。难怪独孤精神恍惚，睡眠极差，以致错乱。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，哪些是梦里的，哪些又是真实发生的。原来是被你的迷香所害。他点拨过你读书，对你也算是有恩，你何至于此？没办法，我喜欢上了青红。自从我见到他第一面，我这沉寂了多年的心又乱了。我就想要青红，她贤惠又美丽。他日我若高中榜首，只有她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。所以我得先得到她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对我言听计从，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，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。所以，我做了一个局。你利用了刘有求，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书彻底失望，我才有机会。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举子有断袖之癖，故意让青红知道。对啊，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，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书失望，而委身于他。我都看见了，他们简直就是畜生。那日我对青红百般殷勤，最关键的还是在他心生绝望时趁虚而入。当然，也用了少许的迷香。总之，他让我坚定了信念，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。既如此，你为何要杀了青红？那是因为我杀刘有求，被青红看见了。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书耳边唠叨，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。那日独孤侠书回家，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。我想时机到了，先杀了刘有求，再去刘家盗取书信，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。可我没想到，
能甩出钢针，我发誓不是故意的，我根本没看清那是谁。啊！青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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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是你呀？青红！青红虽然死了，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。那当然了。以我的天资，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，何愁考不中进士？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，又在怀疑刘有求和青红的奸情，被认定为凶手，顺理成章。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，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，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。那你看见他杀人了？没有。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。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，我虽然耳朵背，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在磨刀。为了解除心中疑虑，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。长官，你又来了。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？老人家何出此言啊？昨晚、前晚，我连着2个晚上，又听到有人在磨刀，那刀磨的呀，让人心惊啊！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，都怪我运气不好，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，以至于我想去长安，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。独孤家有祖传银锭，且埋在米缸之下，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？对啊，青红对我情深，不然他怎么会把7块银锭之事告诉我？而我却失手杀了他。别自作多情了，你若不是用了迷香，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？告诉你吧，青红早就后悔了，他已将7块银锭中的6块刨出，另换了地方。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，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。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，2人重归于好了。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，是想跟你说清楚，以后不再来往，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。谁知正目睹你行凶，才惨遭毒手。不可能！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，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，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。他的心里只有我的心里只有他。你别糊弄我！不可能！你也配是个人？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，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，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，真是穷凶极恶。好在天网恢恢。你去长安备考吧。你苦读多年，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，你明年一定能高中。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，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。撤！撤！卢参军，走这么急，有盘缠吗？
有。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6块，幸好还剩1块。这6块银锭，并非被贼人所偷，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。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，他让我还给你。啊，老费说了，你的病都好了，以后切忌胡思乱想。多谢陆参军，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、苏司马，还有帮我画画、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。说到喜君小姐，她拜托你把这封信交给吏部侍郎裴坚。吏部侍郎？那么大的官儿，我哪见得到啊？你拿着这封信，到右近无卫找一个叫郭庄的人，他自会替你安排。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，她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。你把这封信送到，报个平安，裴侍郎自会感激你。以后在长安，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。陆参军，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？为何现在要帮我？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，这个机会，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，我也会心安一些。你会骑马吗？啊，自然。我祖上是北方人，焉有不会骑马之理？好，那这匹马送你了。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？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。撤！桥上的仙人，薛还来也！多谢中郎将。中郎将这是做什么？文庙行凶之案，我屡次武断，认定独孤侠书即是凶手。若非小姐，我早已犯下大错。陆离峰这里谢过了。这可不敢当。中郎将不计前嫌，特意邀我来游这石桥胜景，喜君感激不尽。哎呀，你们俩就别在这儿谢来谢去的了。我知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，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！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，你们还跟这么快？老费，又喝多了情有可原。你苏明官居司马，又是喜君的义兄，也这么不懂事吗？那照你这么说，倒是我的错了。哎，我说，你们俩该拉手拉手，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，全当我没看见。嘿嘿嘿，喜君，喜君呐，你跟卢凌风好事将近，济世公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？哎呦，啊你！那吉祥善使刚真暗器，卢某当然不迟。不过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，怎么样，老费？我刚才只用了3分力哟。幸亏是3分，这要是7分，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！你可得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！他欺凌老人，我对他还有恩呢。还敢废话？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？你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苏明，他打
如此啊，真是要恭喜卢兄了。局县县尉，这局县虽在南州一角，这县尉也难称高职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。如此一来，将来官复原职，甚至高升，便可期待，可喜可贺呀！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？这不可能啊！可喜可贺啊！明日咱俩好好喝点。苏无名，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？我能做什么手脚？若不是，怎么会有此任命？我和你同在南州，远离京城，且位卑言轻。县尉虽小，那也是朝廷命官，官员任命那是朝廷大事儿，我哪能够得着啊？今吾卫中郎将卢凌风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杖责30，没收宅田，逐出长安。我被逐出长安之时，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，但自知仕途已尽，这任命实在蹊跷。那你就得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，让长安那边知道了？难道是我让独孤侠叔带到京城的那封信？信？什么信？谁写给谁的？我让喜君写给裴坚的。卢大将军啊，卢大将军，你这心机够深的。我发誓，我让他写信，一则是为了报平安，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。这不就对上了吗？裴侍郎收到书信，一定会宴请独孤侠书，自然也就会知道，探破诡案的卢凌风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，而且还是个代参军。这裴侍郎爱女心切，自然会上下打点，左右运作，助你重返仕途。呀，中郎将，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，官场上这一套，你比我熟啊！你胡说！我卢凌风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？这局县县尉，我不去。哎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可是他不去啊，为何？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。官职虽小，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！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？何人？没事勿来打扰。师傅，是我。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，练1个月还不够吗？敲什么门？师傅，是长安金吾卫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。师傅，就这3册旧书啊，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。你不懂，好好练刀去。是。
典已经背了吗？义兄要去哪儿啊？局县。局县？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？送他？呸！我自己去。这是为何啊？卢凌风拒绝上任，可局县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，陈年旧案没人管，又频发新案，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。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，也吓了一跳。我想他卢凌风准是从黄班头、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，所以才不敢去的。哎，不可能，卢凌风一身虎胆，怎会知难而退？南州是下州，局县县尉应该是九品，我看他必是嫌官小。哎，别管什么原因，他爱去不去。你觉得他卢凌风本事大，功夫高，可探鬼案这种事儿，他没法跟我比，去了也没有什么用。苏明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在我床下用激将法，有用吗？义兄也是为你好啊！你住嘴！你怎么说话呢？别理他。他不去更好。我跟你说，喜剧，局县40年前有一宗鬼案，震惊了整个南州。我看卷宗的时候，都让我毛骨悚然。这鬼案除了我苏明，无人可破。哎，喜剧，要不我们同往？好。走。哼。薛环何在？师傅，我可没有偷懒，早上起来已经练了1个时辰了，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。即刻随我前往局县赴任。啊？啊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？是。撤！我又没惹他，为何这般对我？喜娟啊，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？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。就是因为你这封信，他卢凌风才得以重入仕途。若不是裴侍郎，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他卢凌风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，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，攀了你这个高枝儿。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，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。哎，此话说得对，公允且一针见血。怎么没见那俩？你昨日又喝多了。没听到好消息吧？卢凌风已赴任局县。局县？怎么？这局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啊，没有。哎呀，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吧，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。哎呀，我的头啊！他爹。咱真走啊？不走，等着得头病啊！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忘了，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？快走吧，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。走吧。我这头疼的厉害呀！县令。县令，县令，什么事儿啊？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。哎呀，人呢？
已入西厅理事，正在翻查卷宗。什么？新来上任，不来拜我县令，竟直入西厅办案，岂有此理呀！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，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。那不是以前吗？他就是做过宰相，他被贬到我这里，他也是个县尉呀。旧案果然堆积如山。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？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？自去年冬天到现在，已有10多名女子被害，还都被割去头颅。你党就坐实案子一再发生。前任县尉在时，也带我们探查过，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，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，且其在夜间作案，行踪飘忽不定，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，所以什么？前任县尉说，若是人犯可抓，若是鬼，就没得抓了。哪有什么白发厉鬼？如此推卸之词，以后不许再说。是。我听说，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，怎么不见卷宗啊？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！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，您就别看了吧。那怎么行？案件未明，死者尚未昭雪，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。是。雷县令，您来了。我可不得来嘛！新任县尉到任，不来拜见本县令，本县令就只能来拜见他了。新任县尉卢凌风见过县令。既是新来上任，为何见也不见我，就直入西庭理事啊？西厅之中，尘案如山。我是新任县尉，负责刑狱缉捕之事，自当先入西厅才是啊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？规矩？后汉成蕃上任，先拜高士，而后入官署。如今我卢凌风新到莒县，先看卷宗，再拜见县令，有何不可？你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，真是开了我莒县之新风啊，值得敬佩，值得敬佩。县令，县令，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因本县公廨狭小，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，最近正要修缮，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。卢县尉，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。告辞。据我所知，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。不稀罕。莒县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？倒是有。那就好。为官租房，又非罕见。在长安与南州，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。没想到这莒县，街街都如此凋敝。这跟师傅没关系，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。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？租一宅子。你这里抽多少钱？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。回公子是1个月的租钱，这规矩啊都几10年了。哎呦，您看看，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，没挑啊，和公廨在一条街上，门口过的
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。哼，这里还有达官贵人？哎呦呦！到这里来睡觉，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。众生堂花木葱翠，租价全城最低，每月只需300钱。300钱，这价格确实不高啊。哎，这位公子，别被价钱迷惑了。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，您最好啊，还是看看别家吧。这众生堂不能住？我可不敢瞒您。以前呢，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，可是没住多久，他们就搬走了。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，不干净。哎，你又偷偷说什么呢？我们没给你抽成吗？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。你们家宅子不干净，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。你说清楚，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？说清楚，你们家翟郎中他最清楚。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，啊，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，都不到后宅去住。你说他为什么？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……哟，我这……你想干不成！这我这个人胆子大，就住众生堂。哎呦喂，这位公子，那可真是个凶宅呀！县里来抓人，他们都不敢进去。你的意思是，众生堂有鬼？没有，有我也不怕。秀欢，数钱。你用那个方子吃，真的有效。您这边请。你看这个，是不是给师的呢？到了。这是众生堂的前堂，翟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，很少去后宅。咱们进院子走侧门，也不会挨管的事儿。您这边请。这边。不会是有人来住了吧？还真有不把鬼的，胆儿可真大，真行。师傅，听见了。年轻人，你吃豹子胆了？这个院儿啊，就算官府抓贼，也没人敢进去搜啊。有鬼是吧？啊，什么样的鬼啊？您见过？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？没有。去，你们家才有鬼呢！这真是。请。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。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，最善于治跌打损伤、骨折的病人，一看便好。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，怎么可能不干净呢？哎，这翟郎中的舅舅，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啊？对，正是老主人名讳。这是我们家翟郎中。小七，这二位主人，宅子有人租了。啊，翟郎中好，以后多有叨扰了。阁下怎么称呼？又作何营生？新任县尉卢林峰。原来是县尉。啊，卢县尉，翟良失礼了。哎，不必客套。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？当然。我钱都已经交了3个月了，此宅不但宽敞，又种有草木，卢某注定了。哎，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，看起来不小啊。不知我那300钱有没有一起租下？当然没有，后园荒芜，平时上着锁。啊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我再多付200钱，能否一同租下？我师徒练武用。不可不可。这阁楼啊，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，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。你怎么把宅子租给了县尉住啊？
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，就没问他是谁。你就是个蠢货！哎，主人，其实县尉住不也挺好的吗？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。还别说，这话也有些道理。惊觉幻夜里，浮迷去，盛世繁华里，着心念，生安逸。万计不休，跋涉夜行。心有火光燃动，何惧风鸣？是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。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。要真相，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，暗涌在心里，出命运。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念，怨为心。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。山伏荆棘，高为远，求安心。为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。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安逸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。要真相，重拾这正义。总有千帆险境，一股往此行。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，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。冉冉正气，是心有所依。